你的意思，战少是你那个小姨子的老公，他有那个富贵命吗？也不知道战少的名字是什么，要是能知道战少的大名就好了。我记得以前在网上能搜到战少的名字的，他的名字笔画挺多的，现在却搜不到战少的名字，可能是战少不想让别人知道他的名字了吧。我也是几年前搜索过的，那字笔画有点多，我就没有记住。海童的老公姓战，战少也姓战，我又见了2次战少的身影，虽没有看到正面，可总觉得那一眼的身影熟悉。你也说了就那一眼，你能看清楚吗？战这个姓氏是不多见，却也不止战大少爷一家的。海童的老公不过是恰巧姓战而已，她老公要是和首富战家有关系，你以为我们俩还能好好的？他早就借助战少的权势，把咱们俩整得哭爹喊娘了。周红林想到自己做的混账事，觉得叶佳妮说的有道理，便没有再把这件事放在心上，就要走时海玲来了。你来这里做什么？洋洋呢？不是说洋洋惊吓过度，离不得你吗？你妹妹从我姐那里索要了5万元给洋洋当做精神损失费，是不是钱到手了，你就不管洋洋？你就是拿洋洋当借口，其实是想要钱，是吧？周红林，你还是人吗？洋洋被你外甥打成那样，你不心疼？不替洋洋讨公道就算了，我妹妹去替洋洋讨公道，你还在这里说风凉话，夹枪带棍的，你是连人渣都不如。死肥婆，你敢打我男人？只要我和这个人渣一天未离婚，他都是我这个肥婆的丈夫，你算什么东西？叶佳妮想动手，周红林忙拦住她。我要跟你们俩谈谈，跟我走。说完，海玲转身就走。那死肥婆想和我们谈什么？我提的离婚协议，她没有同意，大概是想再和我谈谈离婚的事吧。红玲，她既然心急着离婚了，你可以把离婚条件提得更苛刻一点，最好就是能让她净身出户。她要是不愿意，就让她尽管去起诉离婚，咱们耗得起。先跟她去看看，她想怎么谈吧。这是什么？周红林，看完后我们重新谈谈离婚的事，这些都是复印件，我那里还有原件，你想撕毁尽管撕，我还可以复印更多出来。周红林看完文件袋里面装着的所有东西后，脸色都变了。如果我拿着这些证据去起诉离婚，周红林，你觉得你还能用3万块钱打发我吗？海玲，这些东西是谁给你的？你别管我是怎么得到这些的。周红林，如果我把你收回扣的事捅到你老板那里去，你觉得你还能留在威浩当经理吗？海玲，你想怎么样？你提出你的要求，我要是能满足的，我就满足你，然后我们好聚好散。这些东西的原件你都给我。你名下的所有财产我也不多要，平均分，那是我应得的。房子车子我不分你的，但你得另外给我一笔补偿。房子装修费的问题我也不和你要了，我自己花钱装修的，我自己收回来。杨洋的抚养权归我，你每个月支付他3000元的抚养费，以你的收入，这点钱都不算钱，那也是你的儿子。我想你没意见吧？杨洋满18岁后就不用你再支付抚养费，我也不限制你见杨洋的次数。你什么时候想起你还有个儿子了，想去看看他，你就什么时候去看他。你婚后没有赚到1分钱，也好意思分这么多钱？我是没有赚到1分钱，但我嫁给了他，为他这个家付出，让他无后顾之忧，可以在外面奋斗，这也是我的功劳。不能因为我没有上班，就说我没有为这个家庭付出。他婚前的个人财产我不分他的，婚后的收入就属于夫妻共同财产，那是我应得的，我怎么不好意思分了？他拿我们夫妻俩的共同财产给你买了那么多贵重的礼物，问过我了吗？叶小姐是否该把那些贵重物品退回来给我？打官司起诉离婚，你手里的那些东西也是要还回来的。周红林，你或许觉得我一下子分走了你那么多财产，是你吃亏了。不过你想想，你只要还能保住你现在的工作，以你现在的收入，你1年都不止赚100万。离婚后，你还可以继续捞钱，以后就可以和你的真爱光明正大的在一起。人家叶小姐还是个黄花闺女，跟了你，你总不能让叶小姐委屈吧？你们俩的事情捅出去了，对你们俩的名声也不好。叶小姐就是受了委屈，你不心疼吗？海玲，如果我答应了你分割财产的条件，你真的会把你手里这些证据都还给我，保证不去老总那里举报我？我只要拿到我应得的，我可以保证我个人不会对你进行任何的报复行为。分割财产的条件我可以答应你，但洋洋的抚养权我不能给你。洋洋是我周家的骨肉，我爸妈很看重洋洋这个孙子，我不能放弃洋洋的抚养权。周红林，你还好意思跟我争洋洋的抚养权？别跟我说洋洋是你们周家的骨肉，是你爸妈的孙子，你们都是怎么对洋洋的？洋洋现在都还会经常哭闹，脸上的青紫还没有消退，你们给洋洋带来的伤害还嫌不够，你是不是想让洋洋被他们整死才满意？洋洋的事那就是个意外，这件事就到此为止，好吗？
我可以保证不会再让那样的事情再发生的。我爸妈已经从我姐家里搬回了我家里，以后他们会专心的照顾洋洋的，洋洋的抚养权归我。你答应放弃洋洋的抚养权，我现在就可以把我名下的财产分你一半，然后我们去民政局办理离婚手续。周红林，我想单独和叶小姐聊一聊，你先出去，回避一下。海玲，谈就要有谈的姿态，不要动手动脚。打他，我还嫌弄脏我的手。放心，他现在是什么样，等会儿就原封不动的还给你。海玲，这是我们俩的事，我不能听吗？这是我原配和小三的谈判，你这个渣男哪里凉快哪里去。说吧，你想和我谈什么？海玲，红玲现在爱的人是我，你要是不想闹得太难看，我劝你还是早点和红玲离婚。放心，我不是和你争周红玲，她心不在我这里了，我争也没用，也没有必要去争。叶小姐比我年轻，跟周红林的时候还是个大姑娘，你愿意给一个2岁半的娃娃当后妈吗？洋洋很可爱，我会努力的和他搞好关系的。看在红玲的份上，我愿意和他一起抚养洋洋。叶小姐不用勉强自己，周红林不在场，她不知道你真实的想法。后妈是很难当的，不管你是真心假意，别人都会说你是个恶毒的后妈。你管洋洋了，人家会说你这个后妈欺负前妻留下来的孩子；你不管洋洋，人家会说不是你生的，你就不管教前妻留下来的孩子，任孩子自生自灭。不管你怎么做，你都是被指责的一方。海玲，是红玲要争抚养权，你跟我说这些没有用。我既然爱红玲，我也能接纳洋洋。叶小姐，我和周红林离婚后，你和他就会结婚，你们都很年轻，用不了多久就会有你的孩子。你愿意让洋洋分走你孩子的父爱吗？如果洋洋的抚养权归我，我只让周红林每个月出3000元的抚养费，其他的都不用周红林管了。哪怕他10年8年不去看洋洋一眼，我也不会指责他，对你和你的孩子影响就能降到最低。你想让我怎么做？你能保证洋洋归了你后，你不和周红林再接触吗？他要看洋洋，你把洋洋送到他父母那里去，让他去那里见一见，给洋洋的抚养费减一半，每个月1500。洋洋以后上学所花的钱，不能再找周红林要。洋洋长大成人要结婚时，也不能让周红林帮扶。但周红林老了后，洋洋必须尽到一个儿子的责任。你要是能做到这一点，我就劝红林放弃洋洋的抚养权，让洋洋归你。我去起诉离婚，洋洋也是判给我的。我愿意跟你们心平气和的谈判，也是为了叶小姐着想。不管怎么说，叶小姐现在都是个插足别人婚姻的小三，你和周红林又该做的都做了。万一你怀孕了，你愿意让自己的孩子成为私生子？洋洋的抚养费每个月给3000元，一分不能少，我也一分不多要。周红林尽到了抚养洋洋的责任，到他年老了，洋洋自然也会尽到赡养的责任。当然，周红林愿意一笔支付完洋洋的抚养费，更好一点。我可以劝劝红林，但我不能保证他会听劝。现在他对你痴迷得很，你的话他一定会听的。你现在出去跟他谈谈，只要他答应了放弃洋洋的抚养权，你跟他说，让他向公司请个假，我们花1个下午的时间就能把离婚手续办妥。你向老板借电脑来用一用，写好你们俩的离婚协议书，你们签好名，摁了手印，等会儿就去民政局办离婚手续。我现在出去劝红林放弃洋洋的抚养权。这个我可以照做，不过得进行了财产分割了，我收到了钱才能去民政局办离婚手续。谁知道你们俩会不会事后反悔？你在这里等着，不，你先去跟店老板借台电脑用用，答应好你们的离婚协议书。我现在出去劝劝红林。好，我会打印好离婚协议书，签好字，摁了手印，等着你劝服周红林。续接上集，周红林生怕海玲突然发飙暴打叶佳妮，看到叶佳妮出来了，他才放下心来。佳妮，他没有对你动手吧？没有。他都跟你说了什么？红林，你愿意看到我受委屈吗？我怎么愿意看到你受委屈？佳妮，他是不是骂你了？我进去找他算账。不是，红林，我不想当洋洋的后妈。你不是说洋洋很可爱吗？愿意和我一起抚养洋洋。佳妮，我也知道让你一个未婚的当后妈，委屈你了。可是洋洋是我的儿子，是我周家的骨肉，一定要留在周家。你放心，等离了婚，我把洋洋送回老家给我爸妈带着，我爸妈也答应的了，不会对我们造成多大影响的。我们俩依旧可以过甜蜜的两人世界。你是不是觉得我不能生？我也会有我自己的孩子，谁生的谁疼，我肯定是偏爱着我生的。对洋洋做不到一视同仁，别人就会骂我是个恶毒的后妈。你舍得我承受那些骂声？你爸妈是能帮你带洋洋，但他们年纪渐大，又能帮你照顾几年？红林，咱们不争洋洋的抚养权了好吗？
我是真的不想一嫁给你就当个后妈。海玲说了，你放弃洋洋的抚养权，洋洋将来读书，长大后结婚生子，都不需要你当爸的帮扶，他当妈的一力承担了，那都是一笔笔的钱呀。反正我是不想让洋洋分走我孩子太多的父爱，我现在跟了你，已经很委屈了，你还要让我承受更多的委屈吗？我答应过我爸妈，一定要争取到洋洋的抚养权。洋洋是你的儿子，又不是你爸妈的儿子，只有你能做决定。你放弃了洋洋的抚养权，难道洋洋就不是他们的孙子了吗？他们依旧可以去看望洋洋，洋洋一样是叫他们爷爷奶奶。海玲现在借奶茶店老板的电脑在打印离婚协议书，你要是愿意放弃了洋洋的抚养权，你们花上1个下午就能办理好离婚手续，然后你就恢复单身，咱们就可以光明正大的在一起。红玲，我们都还年轻，以后还会有孩子，咱们能生2个、3个的。海玲现在那副样子，离了婚大概率是嫁不出去的了。洋洋就是她的精神寄托，你与他1日夫妻百日恩，给他一个精神寄托吧。你进去跟海林说，让他再给我1天时间，让我考虑考虑，也让我说服一下我爸妈，免得他们去找海林闹。明天下午2点，我在银行门口等他。签了离婚协议书后，我与他就进行财产分割，按他的要求，把钱转给他后再去民政局办离婚手续。行，我进去跟他说说。不等叶佳妮进去，海玲已经出来了。海玲，你给我1天时间说服我爸妈，否则他们会去找你闹的，说不定又会做出抢走洋洋的举动来。明天下午2点，你在银行门口等我，按照你的要求给你分割了财产，我们再去民政局办离婚手续。你看看协议，没什么问题，就这样了。周红林接过了离婚协议书，仔细看了看。没问题，明天再见。海玲，你能告诉我那些东西都是谁给你的吗？这些很重要吗？我保证在我们办完离婚手续都还给你，复印件都不留。周红林见他不肯说也无奈，转身就走。没走多远，他接到老总的电话，不知道老总在电话里说了什么，最后匆匆离去。彤彤，我和周红林谈好了，他答应按照我的要求进行财产分割，该给我的他1分也少不了。洋洋的抚养权，如果没有意外，我想也是归我的了。周红林答应我明天下午去办离婚手续。姐，真的吗？那就好，能协商离婚，速度快。姐，你拿着那些证据去找他的。没有这些证据，他根本不可能妥协，说不定还会因为我心急离婚，要求我净身出户呢。彤彤，你还在管城酒店吗？我刚才是去那里等着周红林的，我看到你的车子了。姐，你看到我的车子在，也不给我打电话，我下楼去接你，咱们一起吃饭呀。姐吃过饭才来找周红林的，咱们姐妹俩以后多的是机会吃饭，先把周红林那个人渣踹开更重要一点。你和商太太去做了 DNA 鉴定？做了，过几天就能知道结果。知道结果又如何？我们的妈已经走了15年，商太太也很难接受吧？找了几10年的妹妹，好不容易找到了，已是阴阳两隔。小飞说她昨天从你家里回去后就哭了1天，不吃也不喝，把小飞兄妹3人吓坏了。彤彤，你好好陪陪商太太，我回去看洋洋了。海玲强忍着痛苦难受，叮嘱了妹妹一句，就赶紧挂了电话，痛哭起来。奶茶店的老板看到，知道他借电脑打印了离婚协议书，以为他是因为离婚而难过，走了过来。妹子，他心不在你身上了，你放手，是放过他，也是放过自己，让自己也能得到新生。心里实在难受，哭吧，把心里的苦闷哭出来，也能好一点。谢谢老板。会家暴、会出轨、对我又抠门的男人，我离了不后悔。我也不是为了他落泪，我是想到了我妈。我妈15年前出了车祸，和我爸双双身亡。老板同情地看着他，有些人50、60岁，高堂尚在；有些人至龄时已失去双亲，长大后想起无法报答父母，那种遗憾，那种痛，只有尝试过的人才能体会理解。老板，我没事了，我先走，我宝宝还在家里等着我。妹子，坚强点，阳光总在风雨后，加油。来自陌生人的安慰，让海玲心头暖暖的。海玲，苏广又有点熟悉的叫喊声传来，陆东明很快就走到了海玲的面前。你不是请假照顾你儿子吗？我是请了几天假，洋洋被吓坏了，我要陪着他。那你在这里做什么？你儿子呢？洋洋在家里午休，梁姨照看着，我出来办点事。你出来办什么事？要是不方便说就算了，我就是路过，恰好看到你，想到你请假的事，多嘴的问了句。行，你办你的事吧，我走了。陆总慢走。海童送着母女俩出酒店，目送着他们上车，开车离去。他才扭身朝自己的车子走去，却在转身之时看到一行人从酒店里出来。站印。上集说到，海童看到一行人从酒店里出来，正是他家战英以及小叔子战一晨。
另外一个他似乎也见过。战印没有看到妻子，是保镖先看到的。大少爷，大少奶奶。迅速反应的人是阿七，他赶紧提醒着战印，然后扭身就回到酒店里。大哥还说撞不上的，现在就撞上了。苏南、逸晨，你们先回公司，接下来就交给我这个影帝了。彤彤，你怎么在这里的？是知道我在这里和客户谈生意，特意过来等着我的吗？那些都是你公司的同事吗？我是请上阿姨和小飞来这里吃饭的，没想到会遇到你。是我公司的同事，今天见的几位客户都是大老总，我们公司很重视，所以来了很多同事陪同。商太太呢？商先生打电话给他，他就和小飞先走一步了。战印，我和商太太做了 DNA 鉴定，结果过几天就能出来。等结果出来再说吧，现在我们都当做什么事也没有。想当做什么事都没有，那是假的。我原本是担心小飞会怀疑我想攀富贵，现在却是复杂的很。我妈要是还活着该多好呀！虽然我丈母娘不在了，商太太要是你妈，你们能与她相认，也是一件喜事，对商太太来说也是一个安慰。你这样说，我心里也好受点。你要坐我的车？怎么，我老婆不想送老公上班？行，你上车，我送你去上班。我开车吧。谁帮你看店？我关了店门，学生这2天要期末考试了，估计下周就要放寒假了。他们一放假，我们店铺就要关门，提前回家过年了。你网店没那么快关门过年吧？没那么快，不过就算暂时不发货，我也还要忙呀，订单太多，我的货都不够，正好趁年假可以多编织点，年后把大家订的货都发了。别太累，特别是这几天，你别久坐，容易伤腰。刚才我姐打电话来，她和周红林谈好了离婚的条件。怎么样了？周红林名下的所有财产都与我姐对半分，房子车子我姐没有分她的，不过她也要另外补偿一笔钱给我姐。杨洋的抚养权归我姐，她每个月支付杨洋3000元的抚养费。她的要求就是我姐要把那些不利于她的证据交给她，不能有所保留，并要我姐保证离婚后不再报复她。姐是怎么说的？我姐说她都答应了，不过我姐只承诺她个人不会再对周红林进行报复。姐是给咱们俩留个动手的机会。我是很想让周红林失去工作，落得一无所有的，最好就是他娶了叶佳妮后，他就变得一无所有。都说贫贱夫妻百事衰，他没有钱了，他和叶佳妮还能像现在这么好吗？还有他的父母姐姐都是极品，叶佳妮瞧着没有我姐这么好说话的，让他们闹起来，呵呵，那才过瘾。我还希望我姐姐离婚后能恢复以前的自信，恢复以前的美丽，再找到第二春。我第二个姐夫是个宠妻狂魔，他们过着幸福甜蜜的生活，那样保证气死周红林，就让周渣渣一家毁的肠子都青吧。姐会按照你的愿望过上幸福的生活的。姐现在都开始瘦了，你没有发觉到吗？发觉了，不过还不明显。对了，周红林坚持不肯补偿我姐当初装修的钱，等我姐明天下午和周红林办了离婚手续后，战印，你能帮我找上几个力气大的粗壮男人吗？我带着他们去帮我姐搬东西，也是把我姐的装修费讨回来。周红林不给钱也无妨，把他房子的装修都砸了。他买回的房子是毛坯房，就还给他毛坯房。想白得我姐的装修，没门，连墙灰我都要铲下来，门窗、家电很多也是我姐买的，都拆下来搬走。这个你放心，我公司里多的是年轻有力的男人，我给你安排几个人带上拆家的工具过去，把装修都砸了。战印，谢谢你。又跟我那样客气了，我们是夫妻，你的事就是我的事，我帮你也是帮我自己，以后别老说这么客气的话。好。那姐搬出来后是租房住还是搬过去和我们一起住？我问一下我姐的意思，我们愿意收留我姐，但我姐也有自尊心，她现在都觉得欠我们太多了，再住到我们家里，她压力更大。我姐想租房住的话，我们就帮她找一处环境好一点的，安全性强一点的公寓，最好离我们家近一点的，方便我们相互照顾，我也能放心点。姐刚离婚，工作也还没有稳定，房租钱我们先帮她垫付吧。我姐能从周红林那里分到100多万的财产，她是不会让我们垫付房租钱的。你既然关了店门，别回店了，先回家好好的休息休息。我还要赶货呢，回店里做点事，傍晚的时候学生们放学了，也需要买点东西。行了，我会自己照顾自己的，你赶紧进去。晚上我有应酬，没那么快回家，你不用等我，早点休息，不过在我房里。好，我会给你留门的，快进去吧，别站在这里吹冷风。不愧是影帝啊，战运，我看你现在都恨不得变成牛皮糖，天天粘在嫂夫人身上。单身狗体会不到我此刻的幸福甜蜜。沈小姐感冒不舒服，你有空就去看看她。
我想去的，他妈妈陪在他身边，我和他未到见家长的地步，就不过去了。他现在要是在店里，我就去一趟。占运，要不你帮我问问嫂夫人，沈小姐是否回店里了？战印不搭理他。喂，你帮我牵的红线呢？我想行动了，你不支持我？我老婆才开车离开，现在肯定还在路上。她开着车呢，打电话给她，她听电话就容易分心，太危险了。苏南张张嘴，无从反驳。你很闲，暂时挤了点喝水的时间，等你帮我打电话问过了，我就回去给你做牛做马。说的好像你在白干活似的。对了，你让我断了与张氏集团的合作，刚才张总就亲自打电话给我了。你怎么说的？我能跟他说什么？总不能直白的告诉他，他相中的接班人跟你抢女人吧？这是你的私事引起的，你自己看着办吧。我让赵秘书给你几个时间，跟张总见面。年后再说吧，过2天我想出差。你想出差？去哪里出差？你舍得跟嫂夫人分开？你们俩的感情正处于上升期呢。这件事告诉你也无妨，很快全城都会知道的。什么事？商太太一直在寻找的妹妹，极有可能是我的丈母娘。你有丈母娘吗？不，我是说，你丈母娘不是早就死了吗？我丈母娘是去世了10几年，难道不允许她还有个姐姐吗？如果你丈母娘是商太太要找的妹妹，那嫂夫人不就是商太太的外甥女了？你是商太太的外甥女婿，商小飞还爱你爱得死去活来的，哈哈哈哈！占运，我看你怎么收场。滚！等我笑一会儿再滚。占运，你今晚回去就和嫂夫人坦白不就行了？我怕。真是难得呀，占运也有怕的时候，你是活该。先出差一段时间，能拖一时就拖一时。只是包不住火的，要是你丈母娘与商太太没关系，那还好一点，真是姐妹了。你这个外甥女婿难道一辈子都不见大义？还是你觉得你没有把握留住嫂夫人？是把握还不够。所以说我对嫂夫人佩服的五体投地，我就是嫂夫人的忠实粉丝。谁叫你老实端着，死鸭子嘴硬，明明喜欢了不肯承认，要不是你奶奶下场了，你现在还整天乱吃飞醋，闷死自己呢。我没恋爱经验，我出差一段时间，回来后也到时间去参加叶君博的婚礼了。你自己看着办吧，我又不是你，无法替你做决定。不过嫂夫人的性子也倔，处理不好，你们俩可能会成为分飞燕，你也别太担心。嫂夫人对你也是有感情了的，就是现在发生的事情太多，她还没有时间和你好好的谈恋爱。你主动一点，多付出一点，人心都是肉做的，你感动了她，她就能原谅你。况且你当初做那个决定，她也能理解的，毕竟你们那时候就是陌生人。我会努力的。那你还要出差吗？你想出差的话，我把机会让给你，还真有重要的事情需要你或者我去处理的。我去吧，让我好好的想一想该怎么做才能让彤彤少气一点。那我可以休息休息，你欠我很多假期呢。战印的手机响了，看到是海童发来的信息，他脸上的线条都柔和下来。嫂夫人一条信息就能让你大雪天转晴天，占运，你是没救的了。战印不理他，当即打电话过去。我就发个信息告诉你，我到家了，免得你担心。怎么还打电话过来？会不会影响到你工作？没事，我刚好要喝水，也想听听你的声音。我们才分开呢。我恨不得变成你的大腿挂件，天天与你在一起。战印，你没事吧？你说这话，我听着，有点怪怪的习惯。好吧，我也说不习惯。就是我听得浑身起鸡皮疙瘩。沈小姐的事，彤彤，沈小姐下午有没有回店里？我那位同事惦记着她生病的事，想去看看她。小军没有过来，我叫他在家里休息，完全退烧了，再过来。你同事想见他吗？直接打电话给他呀，约他出来就可以了。沈小姐生病，今天又降温，更冷了，约她出来，万一让她病情加重，我同事会自责的。那等沈小姐上班了，你给我发信息，我跟我同事说一声。好的，战印，他们俩是不是有点戏？沈小姐对我同事有没有好感？她还没有跟你说吧？我同事对沈小姐挺有好感的，想和沈小姐以结婚为前提，尝试着交往一下。这2天我都没有时间去问小军，改天问问他。小军这么好，你同事会喜欢他那是很正常的事。战印，我先不和你聊了，赶货。好，别太累，晚上8点左右就回家。你的男人有钱养得起家，养得起你的。我不需要你养，我能自己养自己。不过你的钱肯交回来让我存着，我也不会拒绝。好了，不聊了，我先挂电话。再聊下去，天都黑了。沈小姐没有回店里，你可以走了。战总，这是老夫人差人送过来的，让我转交给你。我回去做事了。奶奶，这2枚钻戒我出钱买，给我们当婚戒的，怎能让奶奶送？也成，咱们是亲婆孙，奶奶给你算便宜点吧
一枚钻戒就给奶奶1元钱，你一共支付奶奶2元钱就行。奶奶，彤彤要是知道了价钱，会怀疑我去夜市路边摊买的2元货呢。好吧，你自己看着给多少，奶奶都没意见。谢谢奶奶。你这谢谢是几层意思？奶奶认为有几层就是几层。老太太满意的挂了电话。